努尔埃纳亚特汗正在拼命逃亡，他因作为盟军间谍的活动而被监禁，但在一把螺丝刀和另2名囚犯的帮助下，他又回到了巴黎的星空下。当他开始奔跑时，思绪回到将他带到这里的一系列事件中。努尔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，父亲是印度穆斯林，母亲是美国人。他在一个非常崇尚和平的家庭里长大，他的父母是苏菲和平主义者，坚信音乐和同情的力量。后来他们搬到巴黎，努尔在那里学习儿童心理学，并出版了儿童书籍。但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的到来，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1940年5月，随着德国军队准备占领巴黎，努尔和弟弟面临艰难的选择。作为和平主义者，他们认为所有争端都应以非暴力方式解决，但目睹了整个欧洲的灾难后，他们决定不能做旁观者。努尔前往英格兰，自愿参加了空军女子辅助部队，并受训成为一名报务员。他沉浸在无线电的操作和摩尔斯电码中，毫无察觉自己正被秘密组织监控。成立英国特别行动署是为了破坏纳粹占领国家的德国军队。努尔作为一名非常了解巴黎、说流利法语、训练有素的报务员，无疑是该组织的绝佳人选。面试时，他们警告他说，无线报务工作是情报领域最危险的。报务员必须携带显眼的发射器通过敌占区，若被抓住，秘密机构根本无法保护他。努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。努尔虽然决心尽可能采取和平主义原则，但他必须学习间谍技能。他学会了如何联系情报网络、开锁、学习抵制审讯技巧和开枪。1943年6月，他在巴黎南部的昂热着陆，随身携带假护照、手枪和一些法郎，前往昂热市区。但他所在的法国情报网受到了损害，在他部署的1周内，他所有同事都被捕了。英国军方命令他返回英国，他说服上司允许自己留下来，意味着他要承担6个报务员的工作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他追踪并运送物资到法国抵抗组织，将纳粹活动报告送回伦敦，并为盟军士兵安排通行道路。对于建立法国抵抗和盟军情报网络来说，这项工作至关重要，并最终结束了战争。仅凭敏捷思维和个人魅力的保护，他经常不再受到盘问。当盖世太保在火车上搜查他时，他让他们随便看了看他的电影放映机。当一名警察发现他正在悬挂天线时，他就聊起自己对收听音乐广播的热爱，并哄骗他帮忙设置电缆。在他整整4个月的任期内，他敏锐的智慧和潜伏从未失手。但他的魅力引发了致命的嫉妒。在1943年的10月，同事的妹妹爱上了喜欢努尔的特工，他将努尔的住址卖给了盖世太保。努尔拒绝向纳粹透露任何信息，并想办法逃跑。用躲开卫兵偷拿的一把螺丝刀，他们打开天窗，并趁夜晚逃跑了。但正当囚犯开始狂奔逃命时，警报响起，惊动了狱首。努尔再次被抓，并送进了德国监狱。然后，努尔被转到达豪集中营。尽管饱受严刑拷打，被剥夺正当权利，被隔离，但努尔始终保持沉默。行刑前，他大喊“自由”，然后被杀害。自他英勇牺牲以来，努尔一直被尊为英雄。他在敌人腹地发起秘密战斗，没有杀戮，而为自由铺平了道路。如果你喜欢学习历史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每周我们都会发布一些动画，从反对凯撒大帝的阴谋到香蕉的黑暗历史。